欢迎来到星星频道，请点击订阅并关注，获取最新资讯。古装剧大女主之战中，李沁为何撑不起大女主？在古装剧盛行的今天，大女主剧作为一种特定的类型，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强烈的女性意识，成为了观众热议的焦点。然而，在这股浪潮中，有些女演员能够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角色塑造，成功撑起一部大女主剧，而有些则显得力不从心。李沁作为近年来备受瞩目的古装剧女演员之一，尽管在多部剧中都有出色的表现，但在古装剧大女主之战中，却似乎始终难以撑起大女主的称号。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探讨。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大女主剧的核心在于女性角色的塑造和女性力量的展现。一个成功的大女主不仅需要具备强大的内心和坚定的意志，还需要在剧情的推动下，展现出自己的智慧和勇气，最终实现自我成长和蜕变。而李沁在古装剧中的表现，虽然不乏亮点，但往往难以达到这一高度。在《庆余年》中，李沁饰演的林婉儿，以其清纯可人的形象和温婉的性格，赢得了观众的喜爱。然而，这个角色在剧情中的定位，更多是一个温婉贤淑、善解人意的传统女性形象，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即便是在与男主角范闲的感情纠葛中，林婉儿也更多是被动的接受者，而非主动的追求者。这样的角色设定，无疑限制了李沁在大女主道路上的发挥。而在《锦绣南歌》中，李沁饰演的沈离歌，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角色。她不仅美丽动人，更有着过人的智慧和勇气，敢于挑战权威，追求真理和正义。这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大女主的设定。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角色中，李沁的表现也并未完全达到观众的预期。一方面，沈离歌的角色设定虽然强大，但剧情的推进和角色的成长却显得过于平淡，缺乏足够的戏剧冲突和张力。另一方面，李沁在演绎这个角色时，也未能完全摆脱自己固有的表演模式，使得角色在某些时候显得过于单薄和刻板。除了角色设定的原因外，李沁在古装剧大女主之战中的表现，还受到了一些其他因素的制约。首先是市场环境和观众审美的变化。随着观众审美水平的提高和多元化需求的增加，古装剧的市场竞争也愈发激烈。在这样的环境下，一部成功的大女主剧，不仅需要具备出色的演员阵容和制作水平，更需要有新颖独特的剧情设定和深刻的社会内涵。而李沁所参与的古装剧，往往在这方面有所欠缺，难以吸引观众的眼球和心灵。其次是李沁自身的表演风格和定位问题。作为一位实力派女演员，李沁的表演风格以细腻、内敛见长，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在古装剧大女主角色中的发挥。大女主角色往往需要演员具备更强的爆发力和感染力，能够在剧情的高潮部分给观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共鸣。而李沁的表演风格则更多倾向于内敛和含蓄，难以完全满足这一需求。此外，李沁在古装剧中的角色选择也往往受到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在某些剧中，她可能更多地是作为配角或辅助角色出现，
难以在剧情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一些以男性角色为主线的剧中，他所饰演的女性角色也往往被边缘化或弱化，难以展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和力量。这样的角色选择无疑限制了李沁在大女主道路上的发展。然而，尽管在古装剧大女主之战中，李沁的表现并未完全达到观众的预期，但这并不意味着她没有潜力和能力去撑起一部大女主剧。事实上，李沁作为一位实力派女演员，具备着出色的演技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她所饰演的古装角色也往往能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在未来的古装剧大女主之战中，李沁仍然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机会去展现自己的实力和魅力。要想在古装剧大女主之战中撑起大女主的称号，李沁需要在多个方面做出努力和改进。首先，她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大女主角色的特点和内涵，能够在角色塑造中注入更多的个性和力量。其次，她需要不断拓宽自己的表演风格和表现力，能够在不同类型的古装剧中展现出不同的魅力和风采。此外，她还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剧本的选择和创作过程，能够在剧情的设定和角色的塑造中发挥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古装剧大女主之战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它需要演员、编剧、导演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和协作，才能够打造出真正符合观众期待和审美需求的大女主剧。因此，在未来的古装剧市场中，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像李沁这样的实力派女演员，能够在古装剧大女主之战中展现出自己的实力和魅力，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角色。综上所述，李沁在古装剧大女主之战中的表现虽然有着一些不足和遗憾，但她的潜力和能力仍然不容忽视。在未来的古装剧市场中，她仍然有着广阔的空间和机会去展现自己的实力和魅力。我们期待看到她在未来的作品中能够不断突破自己的表演极限和角色设定，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和难忘的角色和作品。